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趕快來關心是川普逼加拿大徹底的翻臉了。最新消息是，川普特別提到的安大略湖的部分要改成美國湖來羞辱了卡尼。加拿大卡尼非常的氣憤之下，決定對美國祭出各種的反制措施，這當中包括了可能斷電、汽車的反擊，並且在豪砸400億加元。要來守住北極，反攻美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苑教授。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在昨天呢，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有許多的新朋友加入了，那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希望有更多的觀眾朋友能夠趕快幫我們按下這個環球大戰線的會員，按下加入鍵，你就可以立刻成為戰友了。再次提醒大家，那今天節目開始之前，一樣幫我們節目按讚、按分享，並且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會來親自回復留言。這一場美國跟加拿大之間的對峙，可以說是兄弟之情正式的撕破臉了，而且是不是已經回不去了呢？川普對加拿大先前祭出的50%的關稅就算了，現在是連兩國所共享的安大略湖，川普說了，現在要改名，改叫做美國湖。川普要知道，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的事情非常的敏感，就是因為他近期才不斷的強調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州。這件事情提出來之後，不只是總理卡尼非常的氣憤，舉國加拿大舉國都對川普感到非常的反感。卡尼嗆回去了，他說過去是安大略湖，現在是安大略湖，永遠都是加拿大的跟美國在這邊的安大略湖，並且呢，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卡尼一整串的反制措施，從能源、汽車到國防，全部拿出來重新布局，要痛打美國。所以我們來看到，包括了能源、汽車跟軍事方面有哪一些具體的舉措。好，先來看到第一個，這個安大略省已經放話了，如果說美加的貿易關係繼續的升溫的話，他可能考慮對美國的供電要來做一切選項都可能納入考慮，意思就是說可能會對美國來斷電。那重點就是說，因為全美現在有大約20州是跟加拿大的電網相連着的，那這當中包括了安大略省和紐約州跟密西根州的電網都是高度的整合的。更可能是要知道，加拿大之前曾經在輸美的電力上面加增了25%的附加費，當時直接影響的美國的家庭，包括達到了150萬戶的家庭跟企業。而我們要現在知道的事情是，加拿大這樣的動作或許不會讓美國真的陷入黑暗，但是呢，在電價上面、工業成本上跟企業營運的成本就會立刻的這個價格就會被拉高，讓現在本來就通膨非常的嚴重的美國再陷入危機。另一方面，加拿大卡的還有美國的汽車產業，本來這個美國是想要對加拿大的汽車課徵25%，一口氣提到50%的關稅。另外，現在也看到了，等於是美墨加這個北美的供應鏈的這個汽車產業已經整合了數十年的時間，現在也一夕之間破碎了。美國呢，事實上過去很多的零組件都來自於加拿大，而加拿大生產的車輛也大量的出口到美國去，但是在川普的關稅政策之下，直接衝擊到的就是這一些車廠他們的價格。而我們現在看到的4款車，來自於雪佛蘭、Toyota、Honda 等等這些車，其實在美國都是賣的最好的。那這樣子未來輸入到美國，恐怕成本也會大增，買單的又是美國的民眾了。而現在來自於專家所做的估算，川普的關稅戰一旦正式的啟動，美國的消費者買多一輛車就得大約付款$6500，換算新台幣高達20萬元，每一輛車就多20萬元的成本。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苑老師如何看了。先講到有關於美國湖的部分哦，現在正式的川普說要改名，還喊加拿大是美國的第51州，是不是要把北美兄弟情逼到徹底翻臉？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川普真的是厲害啊，這個確實是啊，川普幹了這件事情，跟加拿大徹底撕破臉啊，可造成了3個效應。第一個效應的時候呢，我從來沒有見過加拿大，尤其是白人這麼團結的。原來加拿大的白人是非常不團結的，因為他們跟美國講同樣的語言啊，又沿着這個很長的邊界。另外，最重要的是彼此之間的貿易的深化的話呢，基本上啊，我們是分不清楚誰是加拿大人，誰是美國人
尤其是我自己2個小孩都在密西根州讀書啊，五大湖當中有個湖叫密西根湖啊，這個大家是可以了解到，就是說基本上是分不清楚來來往往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我們根本分不清楚。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是這個馬卡尼的話呢，前天晚上的時候他講的非常悲憤，我覺得加拿大運氣很好，馬卡尼是個很能幹的人，非常會講話，他覺得說這個時候緊要關頭啊，加拿大要站出來給美國當頭棒喝，讓美國人都深深的了解到，就說我們剛剛講到說是那個安特瑞，因為加拿大有個省叫安大略省啊，叫有一個美國的這個參議員吧，民主黨的講說應該改名叫愛波斯坦湖啊，然後來羞辱他啊，就表示美國人當中有很多人覺得說是真的是個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後第3個我必須要講啊，大陸在旁邊看着，高興的要命啊，我們講小聲一點。為什麼呢？因為美國跟加拿大，美國是一個需要盟邦的國家。美國做任何事情，幾十年來，美國做任何事情都是在聯合國投票、盟邦，然後盟軍啊。前陣子我在大陸看了那個《歡迎來龍餐館》啊，那個時候小布什也是講20多個國家的話呢，聯軍攻打伊拉克什麼的啊，就搞了一個這個鮑威爾搞了一瓶這個洗衣粉啊什麼這種事情。那麼這些事情的話呢，美國為什麼需要盟邦呢？就是師出有名嘛，美國要做事情。就沒有見過像川普這樣子的搞法的啊！這個美國跟加拿大之間鬧翻了臉的話呢，那個確實是構成了非常大的影響。這不單單是電力的問題，也不單是汽車的問題，也不單是北極的軍事要塞的一個問題。那個最重要的原因是話呢，大家發覺美國人基本上在川普的領導之下就不值得信賴。就是說，對於領土的問題，就是主權的問題，就是把那名字亂改，然後呢，川普洋洋得意講說，哎呀，我們一下有這個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啊，這個安大略湖變成美國湖，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太平洋跟這個大西洋都改名叫美國洋。這不是神經病嘛，對不對？你改這個名字根本沒有用處啊，對不對？實際上的話呢，大家，我覺得川普現在真正要顧慮的問題是，美國的未來啊，美國本身現在真正的麻煩不再是於裝腔作勢，美國也不是說自己透過自己的霸凌的方式來欺負自己最親近的人，美國現在真正應該是發展自己問題的一大堆，包含美軍、美元以及美國夢，大家都覺得非常可怕。好，那這一場美加的衝突，我們持續請幹哥來看。那對於美國來說，目前最打在痛處的可能是哪一些項目上面？好，你看那個電力哈，你知道去年美國跟加拿大進口多少電力？33億美金呢，多不多？當然啦，美國哈也這個輸出電力差不多14億美金給加拿大，雙方面這個都是，那等於是一種互惠的。但是有一個特點，就是不要忘記。加拿大的電比較便宜啊，那所以說，如果說好了，我們現在啊，我跟你講啊，如果卡尼總理他決定啊，我們對電力進行限制的話，那你知道有多少美國家庭要受到影響？150萬家庭呢，幾個州啊，那麼多個州，它通通要受到影響。在這個情況之下怎麼辦？美國不會因為這樣而真的就北方這20幾個州恐怕都會變黑暗，不會，因為為什麼？那就只好回頭再跟美國自己的電商買電啊，很貴，知道嗎？那個電力，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啊，如果是美國家庭要跟美國自己國內本身的電商買電的話，那一般中產階級是根本吃不消的，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但是這本來就在美加墨協定裡面啊，就說。美國向加拿大輸入比較便宜的電力，這本來就是他們就是說常年的一種貿易協定裡面的，這都是已經約定成熟的嘛。那你現在川普你要打破這樣的情況的話，你要對我們加拿大的農漁牧以及紙張等等這種產品200億的輸入項目加徵50%的關稅的話，那卡尼就會想到，我直接的方法，我就是用電力來對付你啊。然後再來一點，你知道加拿大幫美國組裝那個汽車，你看 Silverado 佔第2名啊，然後 Honda 的那個 CR-V 佔第4名，還有第3名是什麼？就是那個 Toyota 的那個 CR-V，CR-V 對，RAV4 啊 ，RAV4。那你這三種車，老實講一句，它是美國消費者購買的大宗，而且你在加拿大組裝生產的話，
一定要比在美國生產便宜，對不對？那你現在光是一部車你就要移回，就說你今天不在加拿大生產，要移回美國的話，那你今天要增加多少的成本？以後消費者買多$6500，就等於是20萬台幣。我跟你講，不要說在台灣你多20萬台幣，你多5萬塊台幣，我們都給你殺了，对不對？殺價要殺到底。所以光是電力跟汽車這2樣就已經造成加拿大非常大的困擾。美國现在又寄出來，他說：“等一下，你們加拿大自己講的，中型卡車跟重型卡車也要免除關稅，這不可能的。”突然提這個東西出來，你就曉得說，那個你知道，安大略省的省長啊，叫福特他就講了一句話，他說：“你們完全低估我們加拿大人的決心。我要聯合其他10幾個省啊，比如說卑詩省啊等等其他省的省長一起。我告訴你，我們連那個廚房裡的水槽都可以拿來丟向川普。他怎麼會用廚房裡的水槽？我是沒有想到，為什麼他這樣講？表示他什麼？很氣憤，很氣憤川普，你去對我們這個鄰居造成這麼大的困擾。他也講，他說沒關係，後面還有氮肥啊，還有石油，還有鎳，還有鈾，我們這些加拿大的礦產可以等着拿來對付你川普。所以我是覺得說，川普你可能會怎麼講呢？會得不償失。對於這種關稅突然升高的這種舉措，對於美加之間的貿易協定絕對沒有好處的。好，現在卡尼的目標也很清楚，就是要全面的盡量能夠去美化就去美化。那剛剛我們分析的很多都是有關於產業面，盡量做到去美化。現在來軍事面，我們也來看到因為川普他近期一直不斷的強調說，他想要讓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州，並且他也說他要拿下格陵蘭。那其實加拿大這一次，卡尼也想到了一個新的方法。既然說加拿大現在整體的國土面積占整個北極圈，還有整個北方大約達到40%的面積的話，那他是不是應該要好好的掌握這個區域？所以最新呢，卡尼宣布的是投下超過了400億加元，要來強化北極圈跟這個整個北方地區的防衛能力，要讓安全啊，還有能源、國防全部都不要再依賴美國了。那初步來看，現在到底在這邊發展的如何？目前加拿大在當地呢是有一些軍事設施的，但是還是相對的比較有限。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包括在當地有4座簡易的空軍基地，還有呢，每座最多可以容納6架的戰鬥機。整個北方大約現在加拿大部署了2000名的士兵。卡尼這一次說要追加320億加元，在當地建軍用的機場，打造4個作戰的支援樞紐，還有升級它的商業機場。同時間，它要推動包括了北極通往加拿大南部的交通設施，並且要擴大跟歐洲啊這些北約國家的合作，來降低跟美國之間的一個關聯性。那卡尼也宣告說，過去我們的這個國防產業軍事過度的依賴美國了，也就是說，我們每花費一加元的軍費，有0.7加元全部都是給美國的。他說這樣的時代已經正式過去了。怎麼看現在整個卡尼砸了數百億強化北極，還有包括在國防跟本土軍工的發展，李將軍怎麼看？我們看加拿大的這種地理位置就它的地理位置來講，事實上加拿大在2次世界大戰之前，它是沒有外來的威脅的因為你看它東西兩邊面臨的是一邊是阿拉斯加了那另外一邊是大西洋，那北邊是北極，南邊是美國自己本土，所以說。這個加拿大就它本土來講的話，是不容易受到外來的威脅。可是從2次世界大戰之後，加拿大跟美國的關係，我認為是唇齒相依的關係那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2次世界大戰之後，然後由於飛機的這種航程攻擊的航程更遠，我們看到俄羅斯它的這種各型的戰略轟炸機，那第二個導彈的射程更遠那戰略轟炸機所攜帶的又是核子武器。所以，那如果說俄羅斯一旦要對美國攻擊來講一定是從這個北極越過北極以後，然後經過加拿大才會對美國發動本土的攻勢。那加拿大現在的地理位置可以說對美國來講是它的這種第一線防空的陣地的位置所以說我認為美加兩國現在彼此之間是唇齒相依。那如果說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彼此現在在軍事上面突然
發生自己的牙齒咬自己的舌頭。那現在川普不就是在幹這種事情嗎？你是不是就讓自己的牙齒咬自己舌頭？我跟你講這就是两敗俱傷。所以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我們看到美加兩國在軍事上面，第一個，加拿大也是北約的共同成員國之一哈。那第二個來講，加拿大也是美國所謂五眼聯盟其中一個國家哈。事實上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美國的在全球的任何一場軍事行動，加拿大都是這個跟隨在後面，幫忙在後面做搖旗吶喊。不管是一次世界大戰，或者是對伊拉克的作戰那大概加拿大都是跟隨在後面。除了這一次美伊戰爭，加拿大沒有跟隨之外，其他幾乎每一次加拿大都會跟隨。那加拿大的軍事武力軍備是從哪裡來？他也是依靠美國。他自己本身來講他因為自己認為自己沒有外來的威脅，所以他在軍工國防產業上面，他可以說是歸零的，可以說是這個非常的孱弱的那他所有武器裝備都是美國賣給他的，也就是說，他跟美國買武器、買装備。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他原來加拿大要跟美國買的總共88架的 F-35戰機，所以他戰機是跟美國買的，武器裝備都是跟美國買，甚至於這個軍艦什麼都是跟美國買。所以卡尼才會講這種話。我們花1塊錢的美金1塊錢的國防預算裡面有7毛錢是跟美國，因為他就是跟美國買嘛。但現在加拿大自己有這種覺醒，他覺得說，我不要說是1塊錢都花在你美國身上，我這1塊錢都用在最少我要用到8毛或9毛錢，用在我自己國防產業。那對我自己用在我自己國防產業有什麼好處呢？當然可以帶動由國防產業來再帶動整個國內的一個經濟的發展，等於用國防產業來當火車頭。所以卡尼有講說譬如說是他的飛機那當初期來講他可能做不出來。但是他可以借着維修的方式來提升他的國防的產業，譬如說他現在要求的，其實我覺得卡尼現在定的目標是很務實的。他說我的軍艦妥善率要到75%，飛機的妥善率要到80%這個陸軍的軍用車輛妥善率也要達到70%以上。所以他只是先把這個經費用在裝備的維修，那之後來講的話，當然，他就可以用國防產業來帶動他整個這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那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如果說是美國自己跟他鬧翻，我覺得就像什麼，就像自己的牙齒咬到自己舌頭一樣。那對兩個國家我覺得目前看起來都不會有任何好處的。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接下來軍事面，我們要趕快來關心到的是殲10C1一戰打出了23億美元的準訂單。哪些人、哪一些國家想要跟中國大陸買殲10C1呢？今天我們會來看到，包括了孟加拉。還有另外一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的印尼，孟加拉是從東線這邊接手，那麼印尼則是要搶技術的轉讓。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串起了中巴孟三面來對印度施壓，能夠成功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做互動。如果你認為可以成功施壓印度，留言寫1。可以對印度造成威脅，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還沒有這麼容易，留言寫2。我們來互動。好，這一場印巴空戰，當時大家還記得嗎？當打完之後，中國大陸的殲10C1立刻在國際上是打出了它的知名度。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那一場印巴空戰，很多人都說中國大陸沒有實戰經驗，但是這一場確實有了實戰經驗，而且看到的是殲10C1打過仗之外，而且還打贏了這個印度方面哦。當時呢，這一場空戰呢，巴基斯坦用的是殲10C1搭配霹靂15做這個遠程的空對空飛彈擊落的印度軍機，也讓殲10C1是聲名大噪了。所以呢，現在第一個國家就喊了說：“我要來跟
中國大陸買歼十 C1，它就是孟加拉了。孟加拉現在已經最新在送審了，說可能會買購的數量達到了20架的殲十 C1，那整體的這個金額大概是達到23億美元。看好的不只是說他要買殲十 C1，而是整套的中國的空戰的體系，因為當時在印巴空戰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看到說，巴基斯坦可以透過不管是空中的雷達、地面的感測器，連接整個資料鏈，變成整體的殺傷鏈，再搭配這個殲十 C1，還有發射霹靂15，就可以完成超視距的作戰。所以他們認為說，我們買這個殲十 C1不會是買單架的飛機而已，是整套的系統，它都要來買。這個是孟加拉之所以看好為什麼要買殲十 C1的第一個重要的原因，而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是來看到，因為其實孟加拉確實啦，現在戰機真的是太過於老舊了，內部也做了一個實質的統計，說這個空軍呢當中有44架戰鬥機當中36架都是比較老的，而且這些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F-7，所以他們覺得說，如果換了殲十 C1的話，不只是說換了整個4代半的戰機，而且還換了整套的，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一整套的作戰體系。那最後一個原因，為什麼他想要買大陸的殲十 C1？原因就是因為孟加拉長期都是使用中國大陸的軍事裝備，包括說在過去人員的訓練啊，或者是維修零件後勤，大部分都還是用中國的體系，而不是用歐美的方案。這也是孟加拉這一次考慮要買殲十 C1的重要原因。那印巴空戰到底為殲十 C1建立了哪一些實戰的優勢，讓現在這麼多的國家都想要買殲十 C1跟它整套的作戰系統？幹哥怎麼看？好，去年印巴衝突之中，那個巴基斯坦用殲十 C1擊落印度的標風的時候，你知道我們就有個淺笑話是說什麼？你知道，用4000萬的飛機打落了你1億2000萬的飛機，差3倍，對不對？差3倍，你看差3倍是代表殲十 C 比較落伍嗎？並沒有。它也配備了有源相控陣列雷達，所以說句實在話，當時全世界到現在，連美國國防部高級計劃局 DARPA 都在研究，你印度怎麼被打下來的，到現在還在研究。可是，在這個數字上面，巴基斯坦說我至少擊落4架，印度很勉強，他只承認1架，但是後來追加了1架，他說絕對沒有4架。不管這個戰果，其實對誰有最大的意義？對中國有最大的意義。為什麼？他到現在沒有講一句話。但是對於中國而言，你要知道，殲十 C 這個戰機是用來取代殲8的。那殲8以前是海軍航空兵用的，那實在是太舊了。而且殲8是中國花了20多年心血，終於研究出來，發現出來就落伍，一出來就落伍。可是後來成都飛機公司跨步向前，把殲10研究出來。接下來大家都後面故事大家都知道，殲20殲35，像下餃子一樣，通通都發展出來。所以在當時，殲10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取代了舊式戰機。那他在那個印巴戰爭之中，他大放異彩得到這樣的戰果。其實孟加拉那時候早就想買了，可是他太窮了，買不起，你了解嗎？當時他就很想買，去年就想買了，然後。可以說，他這次終於下重本，下多少錢？23億美金。對，你說23億美金有很多嗎？那還不到1000億台幣。對不起，孟加拉一年也只有1500億台幣的國防預算，現在拿一半出來要買這個，大家就知道，因為他覺得很划得來。為什麼划得來？他不是只有買飛機而已，他要買整個信息概念都買下來。也就是說，我們當時有講 A 射 B 導的這個觀念，要前置作業以及空中預警，還有再配上霹靂15飛彈，因為它配備了 ESA 雷達之後，我可以跟你講，它到時候發射這個飛彈出去，飛彈自己會找目標，然後再由再由空中預警系統來導引敵機的方向，就像去年所得到的戰果一樣。現在孟加拉空軍本身最大的假想敵就是印度，因為以前大家知道，幾十年前孟加拉是靠印度才獨立起來的，可是這幾年真的兩國的關係非常差，非常惡劣。孟加拉覺得他早就應該要更新他的裝備，因為他現在整個空軍只有44架飛機，其中絕大多數也是中國
以前供應的叫殲7啊，殲7、殲8都已經落伍了，他現在要買殲10。那這個合約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為什麼？因為中國已經給他們非常多方面的優惠了。所以我是覺得說，孟加拉身處於南亞一個也算是一個前線的國家，它的戰略地位也非常重要。能夠這麼多年之後還能夠更新自己的裝備的話，對整個局勢的穩定，我覺得是有好處的。好，所以現在孟加拉是終於有錢可以來買中國大陸的殲10C 了，而且這一次採購的量，我们剛剛也說了20架。相當的多。那其實看在眼裡，現在誰的壓力最大？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南亞國家印度了。印度現在來自於3個國家的壓力。首先，我們看到印度它的左上方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已經早就拿到中國大陸的殲10C 了。那它的正上方是中國大陸。那印度的右上方，我們看到這張 CG 是孟加拉。如果孟加拉真的補上了這些殲10C 的話，等於說印度現在可以說是北面3線承壓，再加上呢，印度還有另外一個壓力，就是它的西里古里走廊。畫面上我們也有看到這張圖它其實是在印度的東北方，連接的是印度的東北各邦，是印度非常敏感的軍事位置，剛好它又離孟加拉非常的近，所以又對印度造成了另外一股壓力嗎？厉將軍怎麼看？這個西里古里走廊南邊就是孟加拉，然後北邊就是中國有一個陣地叫做洞朗。那這個洞朗這個地方，西里古里走廊在2017年的時候，就是中印邊界衝突的地方，然後印度非常的緊張，因為這個洞朗這邊那一年發生這個中印發生邊界衝突，就是因為中國在洞朗這個地方修築它的一些碉堡。那對印度來講，那就不得了了，那就嚴重的大事了。萬一中國有什麼動作將西里古里走廊切斷的話我跟你講，那印度東北6個邦就獨立了所以西里古里走廊是一個我們稱之為雞脖子啦，它的寬度大概只有40公里。那對印度來講的話，洞朗這個軍事基地就像是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玄鼎之劍，隨時將你切斷。那如果說下面孟加拉配合的話，我跟你講，東北7個邦就獨立，那東北7個邦早就想獨立了，對，不是那是靠着這個走廊，印度勉強維持住。我講說其中一個邦各位就知道這個中國不稱為它是邦印度叫它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叫這個地方叫藏南。為什麼中國叫藏南，印度叫阿魯納恰爾邦？因為中國認為那是我的領土，所以我稱之為藏南那印度說是他把它劃為邦，可是這個地方目前來講的話，這個中國在這個地方做很多的基礎跟經濟的建設，民心是向中國的。那印度來講，軍方又在這邊實施什麼土地徵收啦，或者幹什麼引起當地的民怨。第二個，譬如說是我們經常喝的紅茶叫阿薩姆紅茶，它也是一個邦，它不是印度的這個民族它也想要獨立它也想要獨立。所以如果說是孟加拉那當然之前孟加拉前一個總理是一個女的了但是她被這個因為在孟加拉這個就是她任用私人，你知道，將他們這個世襲這政府的官員，就是你爸爸是政府的官員，將來兒子就可以擔任這個位置，就造成孟加拉的年輕人他沒辦法找到工作，你知道，那政府的工作又是鐵飯碗，那哪有說是我今天當爸爸公務人員，兒子可以接替他位置？所以說印度的年輕人就把這個總理趕走，這總理趕走跑哪裡？跑印度去了，印度就包庇他。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覺得孟加拉現在新選出來的總理確實是跟印度有一些矛盾另外來講的話這個孟加拉跟印度也因為這個水資源的問題也有一些這個爭議在其中那如果說中國加強對這個地方各方面的建設，譬如說墨脫水電站的建設，那當然對孟加拉的幫助是很大。那中國大陸現在又將這個殲10C戰機賣給孟加拉，讓孟加拉其實它上手會很快，因為孟加拉本來就是用中國體系的戰機，那當然它就不用說是從這個比如說從美式的戰機換成這個中式的戰機，它中間可能會有一段的過渡的訓練的時期換裝訓練。可是如果說中式換裝中式來講的話，它的換裝訓練會很快。那最重要的，我覺得如果中國跟孟加拉互相來講，不管是在經濟這個後續的這種開發資源建設，甚至於現在軍事上也合作來講的話，
我覺得印度當然看在眼裡哈，一定是非常的緊張不安，因為他最怕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西里古里走廊，如果中孟兩國聯手將它一切斷，我跟你講就幫助東北7個邦獨立了。好，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印度上面是這個受敵感非常的嚴重，包括了巴基斯坦、中國大陸跟孟加拉，這是中國大陸的武器正式進入到南亞，對於這個整體南亞局勢所造成的衝擊。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另外一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也想跟中國大陸買它的殲10C，它是印尼印尼最近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就蠻好的。那印尼最近先前呢，國防部曾經提出說，他要考慮42架的殲10C，到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但是呢，比較有可能立刻來確定的這件事情是中國跟印尼，他們現在說呢，要設立聯合的軍火工廠。這工廠是做什麼的呢？就是他們要聯合一起生產，包括了彈藥、火箭，甚至飛彈。而且呢，現在已經定好時間了，2027年就可能開始正式的運作了。到時候，現在這個印尼呢，最希望的事情就是中國大陸能夠做技術的轉移，提供包括了戰機、飛彈、無人機的技術轉移，讓印尼就可以發展自主化的軍工產業，不再依賴其他的國家。同時間，我们也知道，這個印尼不只是買中國的武器，包括了他也使用西方的武器，像是他手上已經有了法國的標風，也曾經考慮要買這個美國的 F-15EX 等等，但是這個計劃已經終止了。先來看說，中國大陸搶下印尼這個軍火市場重要的關鍵節點，還有它的殺手鐧到底是什麼？苑老師怎麼看？這個軍火生意啊，就牽涉到3方面的因素。那第一個的話呢，軍火生意本身就是最賺錢的。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軍工共和體是這個曾經他們的那個有一個總統啊，就是這個艾森豪就說過，這是美國這個發展上的一個毒瘤了，就是他們容易賺錢嘛軍火生意。然後第二個的話，你一旦買這個軍火當中啊，就像買車子一樣，你這個零件啊、配件啊、維修啊、這個回廠的這個可能性啊，就是要固定的，所以呢，這個賺上加賺。然後另外第3個因素的話呢，就坦白講，這心理上對於你的武器是一種信賴感。所以說軍火生意是一種剛性需求，想要現在轉到第一個，就是說美國啦、俄羅斯啦、法國啦這種前面3位的話呢，大陸要在這邊找尋生存的空間不大。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去年的5月7號啊，巴基斯坦狠狠揍了一個印度當中包含了法國的標風戰機。為什麼這麼重要？它就是一個活廣告。所以大家要了解，那印尼現在的一個總統呢，普拉博沃呢，他基本上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啊，腦袋呢也不怎麼清楚。但是前陣子把這個大陸的這個鎳礦啊，是人都想要這個增加一些條件，大陸噼里啪啦整個就搬走了。所以他突然發覺，這個原來這個中國還是得罪不起，上下一心啊，軍用啊、公用啊、民用啊，什麼各方面都是很團結的。那現在普拉博沃本身的話呢，印尼說句良心話，印尼國家很大，還要面對的情況，這國際的局勢慢慢改變。那麼這個殲10戰機呢，我曾經在這個節目中展示過啊，鼓勵大家到成都啊，那個成都的這個飛機公司裡面去看。那殲10在裡面其實嚴格來講算是比較舊的飛機了。啊，現在殲20啊、殲35啊，對不對？在大陸的飛機啊，殲36啊什麼的，你去看你就知道。那麼這個不是那麼新的飛機，裡面牽涉到它的功能，真的新的是它的一個系統性作戰。啊，那個霹靂15的飛彈啊，那個才厲害。啊，那個我看了現在這個廠商的裡面，我剛看了個初步的消息講的話呢，啊，教他們做飛機啊，移的一些內容啊，那麼這個都有，但是會不會移那個雷達啦、相控式雷達啦、霹靂15飛彈，那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要進一步觀察啊。那但是大陸在印尼這邊的投資其實也不少，希望拉好關係，因為印尼是個大國嘛，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伊斯蘭教的一個國家嘛。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接下來關心到的是中俄撐腰，是讓川普打不下去了。在這場美伊戰事當中，尤其有一些關鍵點，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美方的 CIA 突然間跑去俄羅斯急求普丁不要再挺伊朗的？是因為美國真的覺得
再這樣挺下去的話，美國會打不下去了嗎？另外的。美軍碰到的問題就是它的現在的基地到底要不要修？要修的話得花大錢吶，但是他們又覺得說，如果修的話，又可能又會被轟，到底要不要修，成為他們的這個現在考慮的點。還有航母輪調已經到快要斷氣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美伊戰事打到現在已經6個月時間了，現在的關鍵點已經不是伊朗的飛彈還剩下多少，而是伊朗怎麼還倒不下來呢？所以美國現在想到了最新的方法，他派出了他的 CIA 的官員前往俄羅斯，是不是能夠到莫斯科去好好的跟俄羅斯的情報高層談一談，要求說拜託一下，你們可不可以降低對伊朗的軍事還有經濟上面的支持呢？他們認為說，伊朗之所以沒有倒，背後的關鍵2大力量，第一個就是俄羅斯了，而第二個國家就是中國大陸。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俄羅斯，他要求他不要再支援伊朗了。第二條生命線，中國大陸，我們現在來看，美國的鷹派官員已經開始要求這個白宮直接對中國的金融體系來開刀，直接出手吧，因為他們認為說，你再不對大陸的金融體系出手的話，就沒有辦法全部掐死伊朗的金流，那麼伊朗就可以繼續的活下去。貝森特最近不是透過這個所謂的經濟 D-Day 嗎？希望要制裁伊朗的經濟。但是呢，為什麼貝森特他決定放過中國大陸的大型銀行，一共是達到了4家。那前白宮跟國安會的高層就分析說，中國大陸光是這4大國有銀行的資產高達了25兆美元，同時出手可能引爆全球金融市場，對美國也相當不利啊。最諷刺的事情是，我們要來看到整體的這個國際群勢。剛剛講了，美方才去莫斯科要求說，拜託伊朗拜託你不要再幫助伊朗，但是另外一頭，伊朗的總統裴澤斯基安後腳就準備出席了接下來要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不得了了！這場峰會上有誰會一起齊聚呢？包括了普丁，還有包括了習近平，還有包括了伊朗的總統裴澤斯基安等人，中俄伊都到場了，現在要一起來對美國來施壓嗎？苑老師如何看？為什麼？首先，這個他們說了嘛，應該要對中國大陸的金融體系出手，但是貝森特不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中俄伊是不是要重劃中東棋局了？老師怎麼看？25年前，美國有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安全顧問叫布里辛斯基啊，他說美國的噩夢啊，就是中國加俄羅斯加伊朗這3國聯合起來的話呢，那麼就會變成一個美國真正的一個麻煩啊。這個他做這個預言啊。但沒想到，做夢也沒想到，因為美國的高層呢，都是盡量避免這個事情發生。因為這3件事情的話，所以美國長期來講，就是冷戰時期最後怎麼結束的，就是用這個聯絡了這個中國啊，然後呢把這個蘇聯搞垮。那這個其實講起來道理都這樣。那今天美國的話呢，不曉得怎麼弄的，胡弄八弄的話，成今天這個結果。就你剛剛講到這一次的上合會啊，它裡面的話呢，包含了這個3方面非常重要的意義。首先，第一個的話，在上合會當中，裡面有俄羅斯，啊，有俄羅斯的話呢，那麼這一個這個 CIA 的這個主要這個局長啊，他叫做拉特克利夫啊，他做了這個軍用的運輸機 C-1拐，然後呢跑到了莫斯科去，在去之前的話呢，在立陶宛待了24小時。那麼他去的目的的話呢，就是想要見到普丁。啊，結果沒有見到，但是普丁找他的發言人佩斯科夫做了一個發言。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它牽涉到的絕對不僅是伊朗而已，甚至於包含了俄烏之間的衝突。但是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說美國現在發覺，從2月28日到今天為止沒有結束的美伊戰爭的話呢，出現了個好多大麻煩，就是美國跟以色列都快翻臉了啊！美國本身來講的話呢，也撐不下去了。然後呢，伊朗本身呢越打越勇。那麼美國現在就在想，就是想着為什麼伊朗人還有飯吃啊？他們想來想去的結果就是說，在軍事上的話呢，他用了這個很多的這個俄羅斯的這個軍事的技術，然後呢，在這油上呢繼續賣個不停，那這就是中國的銀行在買它的油，實際上的話呢，這個中國的這個。表面上的話呢，沒有國營企業出來買它的油，都是小型的煉油廠商買伊朗的油，然後到了公海上交換啊，這個叫茶壺。茶壺的意思就是說茶根本就無從茶起。那貝森特的話呢，他那天就宣布啊，他宣布了2個矛盾的現象。第一個矛盾的現象呢，就是說呢，他大張旗鼓的講說，只要不聽從我們D-Day的話呢，那就通通從SWIFT的趕出去啊。
那有人就問他講說，這個第一 day 應該是秘密行動啊，你現在要大張旗鼓，你到底要講給誰聽呢？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就是說真正買伊朗油的是中國。那中國油的話呢，大銀行它不敢制裁，小銀行的話它也不知道該往哪裡制裁。所以這個事情呢，注定我在這邊可以公開講啊，美國是絕對失敗，美國整體對伊朗的戰爭都會失敗，但是它促成了伊朗的向心力，就跟着上合會走。請大家記住，上合會是中國當老大。那跟着來參加上合會，佩澤西奇揚啊，這個伊朗的總統就是為了要展現，透過自己的行動來展現他對中國的認同。好，所以下周的關注焦點就是中俄伊的這一場這個上海的上合會哦，到時候如何影響到整體的中東局勢，我們會節目持續的做關心。那另外呢，其實呢，確實現在美國擔心的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們認為說，一方面伊朗正在快速的自己在軍事上面快速的回血，另外一方面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軍援外援仍然是持續不斷的，包括《金融時報》提到的說，伊朗跟俄羅斯最新簽下了高達了5億歐元的秘密軍售合約，內容包括了會提供500套的肩射防空發射器，還有包括了防空飛彈。這個是他們說呢，這個俄羅斯提供給伊朗的。另外一方面，中國大陸則是預估在數週之內，來自於路透社的報道，會提供400套的中國制的肩射防空系統，包括了 CG 上我們看到的畫面有前衛12跟飛弩16等等的系統。這個是來自於外援的部分。那伊朗我們剛剛講了嘛，美國也相信說伊朗正在快速的回血，而且伊朗自己也承認說，在戰爭期間他們受損的武器已經幾乎是全部完成修復了。那麼他們也說了，在停戰的這60天內，他們已經快速的回血。這當中包括了他們挖他們的掩體、修復發射架、尋找零件、恢復軍工生產。只要讓飛彈、無人機跟防空系統重新上線，他們認為就有機會讓這場戰爭持續的延續下去。所以一邊是看到伊朗的軍工快速的回血，另外一邊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讓美國沒有辦法無力招架嗎？李將軍怎麼看？這次美伊戰爭，我們看到哈，這個美軍在在波斯灣地區周邊的基地被打得稀巴爛哈。那反而伊朗來講的話，軍事上面哈，這個很多的這個武器裝備哈，確實可以在利用這60天之內完全的修復哈，不敢說完全了，但最起碼修復繼續可以跟美國來持續作戰。那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美國沒有讀《孫子兵法》啊，這個《孫子兵法》講得很清楚，善攻者動於9天之上，善守者藏於9地之下。我們都知道，伊朗事實上他用的第一種方法，雖然說不是什麼新的科技或新的方式，可是卻是最有用的方式。他將他的武器裝備，這40幾年來，他不斷的將它藏在於他的地下動庫之中。美國這次有一個很明顯的戰略目標嘛，他不是揚言要遏止伊朗的核武器的發展嗎？要奪取伊朗的濃縮鈾啊，440公斤。那到現在這場仗打了6個月，這傷亡了那麼多美軍的官兵，損失了那麼多武器裝備。試問一下，他奪取到1公克的鈾沒有啊？1公克都沒有奪取到，為什麼呢？因為他就是藏在9地之下嘛。那我覺得伊朗這麼快可以修復，還有第二個原因，也就是說，伊朗自己建立了自己的軍工維修的體系。我們這次看伊朗所有導彈，大家剛開始都瞧不起伊朗的導彈，這個認為說是要講美國的戰斧級巡弋導彈啦，或者是愛國者啦，俄羅斯的這個伊斯坎德爾等等，好像這些武器都很強。那講到伊朗的導彈，這個都總覺得什麼飛毛腿啦，會覺得是不是？但是這反而代表什麼？伊朗是自己研發自己的這種導彈哈，由於它的無人機，你看見證者136，到最後都還要可以提供給俄羅斯，俄羅斯將它這個改良成所謂的天竺葵哈，甚至於這個美軍都學伊朗的見證者的這款無人機哈，這個將它也學習這種無人機的技術，發展自己美國的無人機。所以我覺得第二個，伊朗可以這麼快恢復，就是它軍工產業是自己生產的，它不需要靠外來的資源，你只要給它一些這個相關的零附件，供應給它這些零附件，它很快就可以做出自己。那這些武器都是它自己做的，當然它就會自己修嘛哈。所以說，我覺得伊朗之所以那麼快可以恢復
反而是第一個就是他將這些武器裝備用最土的方式藏在地上，在地底下挖地洞藏在地底下，但是卻是最有效的方式。第二個，他自己的軍工產能是自己能夠生產的，他維修也靠自己有這種技術人才可以很快維修。但是我們反觀美國，為什麼會被打到這麼稀巴爛？那不就是因為他這個狂妄自大嗎？他認為說是我美軍天下無敵，沒有人敢打我哈，所以他的所有基地我們看到，包括第5艦隊的巴林，包括到卡達的烏代爾空軍基地，包括科威特的所有基地，全部都蓋在路面上面，全部蓋在地面上面，它全部都沒有什麼隱蔽掩蔽哈。然後當然在一開戰的時候，甚至於連無人機都可以對它造成這麼大的傷害跟這麼大的損害。那第二個，我認為美軍除了將它的這種建築物設施放在地表上面沒有任何掩蔽之外，還有第二個，我覺得美軍就是很怕死。一開戰，所有人都跑掉了，跑去住5星級飯店了，然後陣地那邊都沒有人在實施防衛跟防禦。我講的是真的哈，他們都到5星級飯店遠距離上班，因為美軍很怕傷亡，傷亡會影響到整個美國國內的氣氛跟士氣，所以他才會陣地遭受到這麼嚴重的一個損害。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剛剛將軍幫我們講了非常多嘛，在美軍在中東的基地被打得稀巴爛，其實呢，現在美軍也在想說，那如果現在已經被打爛了，我們到底要不要重建？現在預估重建的金額大約是達到50億美元，重建的基地大約可以達到11座的美軍基地，全部重建就是要這樣子的一個金額。他們現在很尷尬，就是如果不重建的話，好像對於波灣這些國家他們就不再信任了，認為說美國就是要撤出這邊。那如果重建，他們又覺得說會不會這個錢白花了，到時候又再被砸爛一次，那怎麼辦呢？這是有關於美軍基地的問題。另外，有關於美國的航空母艦，現在也有非常多的爭議，尤其是我們上次講說林肯號部署了9個月的時間，讓這些官兵受不了。但是現在最新的是福特號預計未來幾週要前往中東了，部署的時間也非常的少也非常的長啊，不少於林肯號。現在說呢，至少達到7個月起跳。至於布希號從3月底前往中東之後，現在也時間逼近了半年內。那2個問題，首先是有關於中東盟友是否會鬆動，那第2個問題有關於這個美軍現在的整體的戰力，還有它的這些航母部署的狀況，幹哥又怎麼看？美軍基地現在統計11個受到一定大小不同的戰損，其實不止11個啊，美國自己智庫都講說20個吧，不止11個啊。而且老實講一句，它分布在8個國家然後呢，總共的損失，你說到底是要用什麼來看？修復的成本是50億美金，可是你要再加上損失的這些成本的話，算進去是130億，所以損失非常大。那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家都知道巴林是美國第5艦隊的總部所在，對不對？可是結果工程師一看，這怎麼修啊？光是2台衛星終端機就要4000萬美金。請問美國國防部要不要再花4000萬美金裝啊？裝了還會被打為什麼？定點，而且伊朗早就知道這個地方，你再裝的話再被打。沒有終端機，整個 GPS 連不起來，所以你一定要裝。那現在美國海軍就在想，到底要不要裝？可是巴林這個地點好不好？很好。問題是現在要怎麼辦呢？你不能夠一日，美國的中央司令部或者是印太司令部不能沒有終端機，也不能夠一日不能夠發布命令，对不对？你知道現在基地现在先遷到哪裡去？迪耶戈加西亞群島，我講過嘛，在印度洋，距離伊朗你知道多遠嗎？大概有1500公里那麼遠，就是跑很遠。那你不能整個艦隊都拖過去啊！所以美國的第5艦隊以後要怎麼辦？好，那以後我們不要在巴林了，我們就跑去迪耶戈加西亞群島是吧？有事的話怎麼辦？你再跑過來，船怎麼跑得過飛機呢？所以整個美國現在五角大廈很頭痛，這件事情實在太難做了。回來，等到兩伊戰爭打完了，我們再來商量怎麼辦好了。那另外更慘，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是美國力量延伸的象徵。那現在大家知道嗎？美國總共有11艘航空母艦，每一艘航空母艦的規格能力都一樣，完全一樣。可是現在你知道，就是那個林肯號已經部署超過250天了嘛。那福特號上次那個故事我們已經講完了，都很慘。
福特號超過300天，林肯號現在超過250天，上面的水兵要自殺要跳海，那什麼東西都已經 not work， 就是不會用了，你知道，不能動了，連水管都堵了，怎麼辦？好，現在很簡單，現在把林肯號終於說你可以放假了，你可以往哪裡開？往曼谷開。你知道林肯號上面的官兵歡聲雷動，對，我們250天終於結束了，換誰來？換華盛頓號來。等一下，華盛頓號在哪裡？華盛頓號是以日本橫須賀為母港第7艦隊的基地，所以說它在那邊是不能動的。你把華盛頓叫去，是不是？對。太平洋現在沒有一艘航空母艦都沒有了。你把它調到波斯灣去，太平洋裡面，太平洋這麼大，美國。你知道美國在50年前太平洋有幾艘航空母艦？隨時保持3艘。現在1艘都沒有了。趕快，那我們現在怎麼辦？我們再把那個勞苦功高的羅斯福號再調去。奇怪，這些名字我們都好熟哦。我們可以換一些名字啊？快退役了吧？不，也不是這樣，而是他們太頻繁了，你知道嗎？那福特號大家知道，講完了，現在已經回到諾福克，美國海軍的這個基地啊。美國海軍有2個基地，東岸叫諾福克，西岸叫聖地亞哥。福特號已經回去休息休整了。那美國的航空母艦11艘裡面有4艘在排隊等待休整，有1艘準備退役叫尼米茲號，還有1艘在測試中叫甘乃迪號。那11艘去掉6艘之後，其實只有5艘在執勤，包括我剛才講過的那3艘。我跟你講，美國現在在世界上能夠發揮它影響力的就是高航空母艦，但是現在真的是捉襟見肘到美國有史以來航空母艦能力最低下的時候，你看川普傷不傷腦筋呢？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黃仁勳這次真的噩夢成真了，來看到中國大陸靠着10萬張中國晶片扛起的這一款叫做智譜牛來，性能直接逼近 Cloud 的 Opus 4.8，重點是成本竟然只有1/10而已，代表中國大陸不用靠輝達也能殺進全球在 AI 領域的第1梯隊。今天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好，原本呢，美國想說，我中國大陸對它做更多的限制，只要它沒有辦法拿到輝達最先進的 GPU 的話，大模型就跑不出來。結果這幾天，完全不是這樣子的。我們看到全球 AI 冒出了一個神秘的模型，當時我們的節目還在聊說，它可能是什麼呢？是 OX Alpha 嗎？那麼這短這幾天，我們看到它的這個使用量是快速的暴增，成為平台當周最熱門的一個模型。大家還不知道說它到底是哪裡來的，結果呢，26號正式的證實了，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智譜 AI 的最新模型 GLN 5.3 Flash。智譜也這麼說了，確實哦，我們在匿名測試的期間，所有的流量全部都在中國國產的 AI 晶片之上，而且呢，這個達到了100兆級 token 的流量測試，更是靠着就是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討論的10萬張的國產 AI 算力堆疊晶片所產生的。供應商的部分，大部分看到是來自於華為等等的廠商。那麼它的性能的部分呢，相較於早期的版本提升了3倍左右，每 token 的成本跟硬體的效率更是接近了 NVIDIA 的 GPU 方案哦，所以我们看到它的整體的效能也是大幅的提升，重點是它的價格還是非常的便宜的，靠着就是它的軟體實力，還有包括它的重級調度的能力，讓它站在第1梯隊上。幹哥怎麼看它的效率跟能力？它叫牛來我們不是講過牛來嗎？不是一部動畫片嗎？是最牛的一部電影，對不對？好。這個神秘模型 OX Alpha 為什麼會叫牛來？我跟你講，那都是趕上時事，就把它安上牛來這個名字，因為它實在太牛了。它在上個禮拜，大家還在猜這什麼東西啊？這個 OX Alpha 怎麼會這麼厲害？你知道，它創下歷史記錄，真的，一天處理 token 達到62T，而且它
真的在開源的模型裡面非常受歡迎。這個你說它根本就是 GLM 5.3 Flash 嘛，對不對？那它事實上它是智譜私底下在做，但是它在讓你測試，在讓玩家玩的時候，它根本不告訴你我是誰，就好像蒙面客一樣，把自己臉蒙起來，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誰，大家一直在猜。可是那時候已經有人猜到是智譜的這個 Ox Alpha 了，對，然後就一直猜。他說，你知道，他比那個 DeepSeek Code 56天稱霸，終於把它抓下來，把 DeepSeek 那個 Code 給抓下來了，這麼厲害，因為他讓你測試的時候，他盡量玩，盡量試，他發現說，這個好用啊，不是只有好用而已，好用還在後面。其實他悄然的，他就是偷偷的登上了全球最大的聚合平台，叫什麼？叫做 Open Router。Open Router 是什麼東西 ？Open Router 就是它就是可以接很多模型，它就是一個模型的聚合层，然後它可以讓像 OpenAI 啊，或是 Google 啊，或者是 Anthropic 啊，都直接合作啊。它免去跟這些大型的語言模型平台，就說你還要什麼註冊啊，什麼綁定啊，幹嘛？通不用，以後用戶都不用，你只要進到它這個 Open Router 就可以了。它在 Open Router 上面的反應非常好，所以說大家就終於知道說，原來這個東西叫做牛來趕上了電影潮流。它不但名字好記，而且會讓你覺得說，這是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其實最重要的神秘的優點在哪裡？在價錢。我告訴你，它的價錢嚇死人。你知道它的價錢有多便宜嗎？它現在是 GLM 5.3 Flash， 對不對？然後它的常規定價是 GL3， 它是 Flash 嘛，但是它是原型 5.3 的1/10價錢就夠了。但是它如果要跟剛剛思明有講到 Cloud Opus 4.8 相比，是1/40。天哪！那對用戶是不是一個福音？那美國一直講啊，你沒有輝達的 GPU， 你根本大型模型跑不起來。我現在跑起來了，我用3個公司，3家國產晶片公司，華為、那個海光，還有什麼摩爾線程，我們3家做了10萬片，怎麼樣？我們現在做起來了。我可以告訴你，我跟你講，這個 Ox Alpha 它一定會在市場上，慢慢會更加成熟。它更加挑戰輝達的地位，那接下來的發展是什麼？我覺得根本不用去想，它就跟那個電影一樣，會變成一個傳奇。好，那苑老師又怎麼看呢？我覺得剛剛這個剛剛講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性能啊、價錢啊，用的這個，我這邊強調3個重點啊，这是非常重要。因為現在 AI 的市場當中最厲害的應該是美國的號稱最了不起叫 Anthropic，這個 Anthropic 的話呢，就是講到這個就是這個 Opus 4.8的話呢，就是他們自己這個最重要的代表。然後這個牛來啊，就是智譜公司出的這個牛來，因為這個牛來，因為我人在大陸啊，這個大陸有個爛片，結果票房出奇的好，也叫牛來。至於他剛好叫 Ox Alpha 嘛，所以就給他取了個名字，就叫牛來啊。就其實原來的意思就是牛叉了啊。对，原來意思就是說他非常牛啊。就是說這個第一點就是他已經在性能上追上了這個 Opus 啊，就是 Anthropic 裡面的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模型啊。那這是第一點，就是他性能追上。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它這個剛剛提到這個價錢啦，用了國內的芯片啊，然後這個它完全沒有依賴 NVIDIA 的這個芯片，所以讓美國本身來講在制裁，因為美國基本上我上次來這邊節目就講過，美國有一種人種論，也有一種心理論，就是說沒有我的芯片，你根本搞不出來大模型。那現在的話呢，它不得了啊，這個 GLM 5.3這個質譜的啊，他們這個 Flash。就出現這個結果，他們的這個新穎的策略，讓人家發覺有一個很神秘的一個大模型，然後在價錢便宜什麼的，那麼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啊。另外第3個的話呢，我覺得它裡面呢，大陸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術，因為請大家知道，這個 AI 裡面最重要的話呢，就是不是光靠你的電力足啊，靠你的計算能力快什麼的，這個 AI 本身來講聰明的話呢，它就會在自己比較熟悉的範圍，所以它有這個上
上百兆的這樣子的一個計算的能力的話呢，它只用到了188的這種億的這種 token， 裡面就可以讓它的整個的計算的方式就達到。比如說我們现在講很多事情，那麼這個旁邊的話呢，我們只要講我們這邊講的內容，那麼剩下的時間的話呢，我們就可以轉過來好做一點其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這樣的可以節省很多能量。那麼這個字符裡面跑的 GLM 5.3 Flash， 它就有這個功能。那這個功能的話呢，讓美國這個 AI 整個是一個新的轉變。所以說它除了價錢便宜，用了國產芯片以外，另外它的計算方式也不太一樣，這個是它厲害的地方。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性能直逼 Cloud 這個 Opus 4.8， 成本只有1/10哦，這是它最大的優勢。酈將軍又如何看？為什麼要用神秘模型突然在平台推出来？因為如果說就像是我們用醫藥來講的話，這個如果一開始跟你講什麼藥，你可能心理上會有先入為主，这個藥有效，那個藥沒效，所以他用一個神秘模型推出來，我不跟你講是我哪家公司出的，我出來讓你們測，這有點像盲測，那我不讓你們先入為主，讓你們試用看看。那我也不跟你講是哪一家公司，就一測出來以後，這是8月20號推出的，才6天的時間，8月26號突然他們發現說，他們中間這6天之後，他所用的 token 就是去使用的數字達到23.2兆那麼多那這個時間裡面，如果說你比照這個 DeepSeek 來講的話，只有多少？只有11.6兆，所以它比 DeepSeek 多用了1倍，代表說大家用了很開心很高興嘛，因為它雖然說是免費的，大家用，那用完以後。大家再來看看它的效果怎麼樣。所以在8月26號以後，它原來用的名詞叫做 Ox Alpha 那現在來講，大家才知道原來這個大模型它是 GLM 5.3 Flash 是原來5.3的更精進版 Flash。那你用完以後，那這就很公正啦。對不對？因為我之前我先沒有跟你講我是 DeepSeek 還是什麼哪一家公司做的，那你們盲測之後得出來這些數據應該是很客觀、很正確的數據。那我們看一下這次他所做出來的，當然很明顯的受到大眾的歡迎。我認為中國大陸在 AI 方面那發展速度真的是非常的神速像我們前一陣子前2個禮拜才討論 Kimi K3，今天又出來這個質譜的 GLM 5.3 Flash 新的價格。但是第一個它的優勢是什麼？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價格了是非常的便宜，它比原來的它 Flash 比原來的這個原始的模型 5.3價格來講又要便宜很多所以價格來講在商業上面是最具殺傷力的那也可以降低各個企業的營運成本。那除了這個以外，它還有什麼優勢呢？譬如說它用的東西可以將文字、圖片、影片全部來做支援。所以它的這種運用的方面來講也非常的廣泛。那我想說，對於一些企業來講的話，它一定勢必會使用。講到這個地方，我特別要想到這個美國，它在 AI，他們就是全世界選邊站嘛，你不用我美國的你就不跟我同一國。